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北京中央商务区霄云路26号伫立着一座巨型的蓝色大厦，名叫鹏润大厦。跟它相比周围的建筑都逊色不少。鹏润这个名字呢，很多人没听过，但不少人都知道国美。这个鹏润就是国美的母公司。它的创始人黄光裕在35岁就已经问鼎胡润中国大陆百富榜，并在5年内3度上榜。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首富黄光裕个人资产共计430亿元，甩开第2名日照钢铁的杜双华80个亿。即使在一个白手起家遍地传奇的年代，黄光裕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后来身陷囹圄，人也不在江湖，但江湖处处都是他的传说。一个毫无背景的乡村少年是如何缔造了中国第1个世界500强的零售业，又为什么突然倒下？今天咱们就来讲讲神话缔造者黄光裕的沉浮。黄光裕原名黄俊烈，196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潮阳，上头一个哥哥，下面2个妹妹，父亲黄昌义，母亲曾婵贞。潮汕地区在地图上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狭小的带子，自古就有省尾国角之称。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常有台风、地震、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之历来地少人多，所以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虽说大家都穷吧，但黄光裕一家可以说是最穷的人家之一了。他们所在的凤湖村既不靠山也不靠海，一家6口蜗居14平米的小屋子里头，3天2头吃不上饭。后来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了，黄光裕16岁就初中辍学，跟着哥哥外出闯荡。他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改的。虽然辍学了，但黄光裕很喜欢看书，尤其是那些成功人士的传记，希望自己能够像他们一样前途光明、财富富裕，因此取名黄光裕。看书和思考的习惯一直贯穿着黄光裕20多年的经商生涯。他经营国美电器的时候读到了松下幸之助自传这本书，里面提到松下电器的成功心得，说产品要像流水一样，一拧开水龙头就能流到各家各户。正是这句话塑造了黄光裕的商业理想，要让国美的产品货如轮转，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说到松下幸之助我一直在用的喜马拉雅听书 APP 上就有这位经营之神的相关内容，比如这本《养鱼先养水》，这里头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他的商业智慧和管理哲学，让我能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商业巨匠的思想精髓，也明白了为什么黄光裕会把他的企业理念奉为圭臬。喜马拉雅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有声书资源，从经典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追风筝的人》，到悬疑名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热门有声剧《三体》《庆余年》，以及蔡康永的情商课、郭德纲的相声，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我喜欢它，既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的获取知识和灵感，也可以在运动休息的时候沉浸式听剧。这次喜马拉雅特地给大家提供了14天免费试用的机会，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体验一下。无论你是想充实自己的大脑知识，还是寻求生活中的放松，喜马拉雅 APP 都将是你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好了，言归正传话说中国最有名的3大商帮，潮商、晋商和徽商。上次我们在讲贾跃亭的时候讲过，晋商的特点是很会也很敢玩钱，而潮商的特点就是胆子大，非常勤劳，非常团结。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商人是世界商业巨头李嘉诚，而咱们的主人公黄光裕少年时期倒未曾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经常听到的是祖上经商的故事。母亲的祖上曾家是泰国著名侨商，主要从事布料和食品的生意，做得非常大。父亲算是入赘到曾家的，可惜这个曾家后来在土改、文革等多次国家运动中家道中落。曾婵贞经常给孩子们讲述祖上做生意的经历，讲起太公卖的那些布料糖鱼豆什么的，在泰国很出名，赚很多钱时，黄光裕兄弟俩就问：卖糖卖鱼也能赚那么多钱吗？曾婵贞答当然了，只要生意做大了，再小的东西都能赚大钱。或许是受到这话的启发吧，哥俩还小的时候就会每天走街串巷收一些废品卖，他们也非常喜欢这种赚到钱的成就感。转眼
到了1984年，这年黄光裕15岁，正在读初中。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广东沿海的大街小巷，老家隔壁的桂屿小镇兴起了收买废旧电器的行业。有些人呢，把收来的旧电器修好，重新组装，再卖出去。于是呢，兄弟俩也开始收一些小型的旧电器，比如电子表、收音机什么的。哥哥黄俊卿动手能力非常强，什么旧家电经他手捣鼓一番就能焕发生机了。于是呢，哥哥的这个聪明能干就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话说一年春节，这哥哥花了200块买了一个电视屏和一堆配件，大年30晚上折腾了一宿。初一早晨，全家人醒来后一看，家里头居然有电视机看了。凭着哥哥的手艺黄家兄弟俩就找到了发家之路。咱们在讲赖昌星的发家史呢，那个时候就提到过，80年代海关放宽了华侨和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携带物品的规定，家用电器是最主要的走私产品。沿海城市的居民率先使用上了家用电器，而内陆的电器普及率就低很多了，只能凭票购买，价格贵不说了，票你都不一定能搞得到。于是呢，一批倒爷应运而生，玩得大的，比如赖昌星那种，以公司的形式走私家用电器到内陆城市；小的呢，会组装旧的小型家电。黄光裕和他哥哥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初中都还没读完的黄光裕决定跟哥哥外出闯荡。他们背着大旅行袋，坐着绿皮火车，轰隆隆地跑了40多个小时，从广东汕头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要开创一番事业。小型电器在当时的内蒙古算得上是极短缺的物资，哥俩的二手电器生意红火，赚了整整4000块钱。但是呢，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在当时是违法的。不久后，哥哥就被抓了，关了整整81天，货品也被没收。黄光裕呢，侥幸逃脱，心惊胆战之下，他决定换个地方发展。去哪儿呢？北京。之所以选北京是当他从北京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被眼前拥挤的人流惊呆了，当下就决定留在这儿大展拳脚。为了纪念这一决定，他还狠下心花了10块钱的天价照相费，锁住了他17岁的青涩影像。80年代的北京盛行练摊儿，他发现秀水大街人头攒动，从南方运来的服装成为了翘手货，便一头扎进去，all in 所有积蓄，从广东订了一批服装到北京卖。没想到这批服装卖了1年都没卖完，期间还总被城管追着跑。无奈之下，他开始寻找能够代销服装的地方。经朋友推荐，他找到了珠市口东大街420号的一家国营服装店，名叫国美服装店。上下2层，总面积大约100平方米左右。等哥哥也来到北京后兄弟俩就决定盘下这家店。87年1月，国美服装店开张了，这是国美在全国的第1家店。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是一半卖衣服，一半卖电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黄光裕发现这衣服有款式、面料、季节性各种差异，稍不留神就会滞销亏损。而电器则是刚需市场大，利润也更高，所以他们就干脆取消了服装部，变成只卖电器。那就这样，国美服装店就变成了国美电器。那个时候呢，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家用电器仍然需要凭票供应，供不应求。这对于哥俩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但问题是，当时国营电器行垄断了1级、2级批发站的资源，黄家兄弟俩根本就没有货源。这种困难要放在一般人身上早就放弃了，但经历过极度贫穷的哥俩根本不把这点困难放在眼里。黄光裕多次跑回广州，搞定了货源。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当时广东的中山和番禺两地是著名的华侨城，仅番禺就有100万华侨。如果一个华侨带回来1件电器，那就是100万件因此呢，这两地就成了进口电器的大型集散中心。而国美早期的大量货物就是来自于这两地。货源问题这下得到了解决，兄弟俩狠狠地发了一笔大财。国美的店铺也很快从1家扩张到了4家。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走私，哥哥黄俊卿2度进宫，而黄光裕再次侥幸逃脱，在外地躲了很久，才再次回到北京。这次的经历让哥俩痛定思痛，还是得从正规渠道拿合规的商品。
黄光裕呢，干脆绕开了一级、二级批发站的资源，直接和厂家对接，实行包销制，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独家代理权。在销售方面呢，只要是货源充足，他们就坚持薄利多销。这个呀，与当时普遍重视厚利的电器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1年，黄光裕包下了整版《北京晚报》，打出“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之后呢，又包下了2年的报纸《中缝》，刊登国美的促销和电器的价格。虽然说通过媒体打广告，在现在是常规操作嘛，但在那个时候却是非常创新的举措。因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观念是，这卖的不好的产品才需要打广告嘛。而且在报纸中缝上打广告，更是开创了先河。以往报纸的中缝都是空白的，而黄光裕正是利用了这一片空白，把“买电器到国美”的标语送到了千家万户，深深地印在了顾客心中。他还因此获得了中缝大王的称号。黄光裕搞定了国美独家货源和对外的宣传渠道，哥哥呢则负责国美的运营和管理。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当互联网尚未普及之时，国美的所有门店就开始使用电脑收款了，而这收款程序正是哥哥黄俊卿编写的。他自学了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知识，编写了独家的收款程序。此时兄弟二人可谓是珠联璧合，国美电器在他们的带领下日益壮大。直到1993年，他们决定分道扬镳。据说当时是因为2个人的发展志向不再一致了。黄光裕呢想深耕家电领域，把国美发扬光大，而哥哥黄俊卿则对房地产行业更感兴趣。妹妹黄秀红解释说90年代初期，北京的房地产正是勃兴的时候2个人都做电器，从家族企业的角度来讲，方向也过于单一了。这也是2个哥哥的高明之处吧，一个人做一个行业。这次分家中呢，黄光裕分得了国美的牌子、一部车和几十万元的现金，而国美在1991年后开始的房地产项目和其他的资产全部归哥哥黄俊卿所有。分家之后呢，黄俊卿创办了新恒基集团，一心从事房地产项目。要说哥哥黄俊卿也确实是一个奇人干一行成一行。转战房地产之后呢，他又开始研究建筑设计，还亲自参与设计方案，给大楼节省空间。一位对黄俊卿非常熟悉的人说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呢，每个地方能节约多少，他只要看一眼图纸就会很清楚。咱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国美总部鹏润大厦，就是新恒基集团的项目之一，由黄俊卿亲自操刀设计。后来新恒基集团在黄俊卿的带领下，以每年递增30%的速度发展，成了拥有员工近1000名，以房地产开发、网络通信、高新技术、生物制药、金融投资、物业管理等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2004年，当黄光裕登顶胡润百富榜的时候哥哥也在那个榜上，以27亿的资产排在前30。可以说这兄弟俩真是各有千秋。1993年与哥哥分家后，黄光裕将自己手里的什么国美、国豪、亚华等全部商店集体更名为国美电器，并实施了名称、形象、价格、服务和供货5个大统一。这就是中国零售业连锁店最早的雏形了。只是当时黄光裕他自己并不知道又开创了先河。1年后，他受邀考察日本松下的家电零售业的时候，才知道连锁的真正含义。到了1995年，国美的门店一下开到了10家。国美的腾飞离不开黄光裕对市场的精准判断。96年的时候，国美还主要以销售进口电器为主，销量也很不错呀。但此时呢，他看到长虹、海尔等多家国产品牌的崛起，于是迅速调整战略，大量引进国产品牌，促进了国美的转型。这个做法无意中救了自己和国美一命。1998年7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打击走私工作的会议。赖昌星就是在这次会议的第2年，成为了全国通缉的走私犯，跑到加拿大，开始了10年的逃亡生活。而黄光裕的及时转型，推动国美在未来10年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声势浩大的走私严打活动展开之后呢，走私产品的市场急转直下，逐渐趋于萎缩，不少家电零售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国美提前2年就开始和一些国产厂家建立了稳定的关系，拿到了不少独家代理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国美在北京的市占率已经达到了54%，买电器到国美
已经不再是一句广告词儿了，而是老百姓的口头禅。这让国美更加下定决心向外扩张，将连锁店开往全国。99年7月，国美在天津开了2家分店，仅2个月后啊，国美的彩电销量就位居天津第1。同年12月，国美又将眼睛瞄准了上海。上海的市场比北京还要大，但商业发展呢也更成熟，消费者的选择非常多，所以呢比较挑剔。如果国美能够在上海获得成功，就能在全国任何的地方获得成功。正当国美团队苦思冥想如何在这个成熟的市场打开缺口之时呢，上天给了他们一个机会。2000年6月，康佳为首的8大彩电厂商打着加强行业自律、创造良性竞争环境的口号，在深圳举行了中国彩电业峰会。目的呢，就是大家联手签一个最低限价协议啊，谁也甭亏本卖吆喝。这8大厂商呢捆绑在一起，基本控制了当时国产彩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黄光裕啊嗅到了机会，果断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让国美大张旗鼓地拒绝执行峰会限价，高喊国美要做第一个降价的，最后一个涨价的，国美彩电不涨价等等 slogan。那这下好了，一个是主张涨价，一个大喊降价，创造了强大的新闻冲击力，一时间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另一方面啊，国美开始对这8厂联盟开始分化瓦解，逐个击破。你们不是卷吗？这市场其实已经处于一个供大于求、库存滞销的状态了。于是呢，他们就和峰会成员分别接触，对那些愿意低价先开溜的厂家招标采购，几乎每周都会拉下水一个峰会成员。首先是夏华，其次是熊猫、TCL 等等。看似声势浩大的行业联盟，很快就4分5裂了。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熊猫这个品牌，当时已经快破产了。7月15号，国美在京津沪3地以1898的白菜价卖了3200台熊猫彩电，低于峰会限价600多，导致3地民众疯狂抢购，上海6家分店的玻璃门都快被挤破了。这波薄利多销啊，国美帮熊猫回款了500多万。愣是把濒临倒闭的厂子给救活了，这让国美名声大振，峰会成员们纷纷迫不及待的底下偷偷联系，表示愿意降价。毕竟1天之内500万库存变现金的戏码，谁看了不眼红啊？彩电峰会一战，彻底把国美低价的品牌形象给打了出去，自然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全国皆知买电器到国美，连锁店也在全国落地开花。2003年。国美还在香港旺角开了分店，标志着走向全球化。随后呢，黄光裕还制定了以开店规模和扩张速度为第一要义的7个第一、1个领先的策略。至2008年11月，他被捕之前，国美已经拥有了1300个门店，年销售额近500亿，员工数量超过4万人，是中国家电行业不折不扣的龙头老大。除了主营业务快速发展，黄光裕在其他领域也在同步布局，尤其是资本领域和房地产。其实早在国美创立之初啊，黄光裕就开始了资本运作，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前面提到过，潮商是出了名的团结。黄光裕哥俩创立国美之初没什么钱，进货的时候呢，凭着一口潮汕乡音就能获得彼此的信任，可以拿到货之后再付款。尝到了甜头的国美此后啊，对厂家就秉持着这个先货后款的政策，就国美拿到货之后，厂家3个月后才能从银行取出现金。一位业内人士也说了，这样的结算方式对厂家来说其实不公平。那一边压低进货价，一边结算周期漫长，厂商对此都很有意见。但国美的超级销售实力又让他们不得不妥协。国美呢，一方面滞后给厂家去结算货款，一方面又能及时的从顾客那儿收来现金，这就导致货款在国美手里头有很长的滞留期。当它的规模足够大，信誉足够好的时候啊，这部分钱就可以用作其他的投资，甚至是在房地产上的长期投资。而这个呀，正是黄光裕发展第2主业的过桥资金。1995年，黄光裕将国美的运营交给了小妹黄艳红的丈夫张志明负责，自己则淡出了零售业一线。说来啊，黄光裕这样的转型是受到一个人的启发。虽然他年少的时候没听说过李嘉诚，但此时呢，这位同乡的名号已是如雷贯耳了。黄光裕认真研究了李嘉诚的大智慧，
发现他的商业帝国拥有各方面的产业，且各个产业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良性循环和互相支持。黄光裕用8个字精准概括了李嘉诚的经商精髓，即商者无欲，相容共生。他实在是太欣赏这个理念了，甚至把这句话裱了起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1996年呢，黄光裕成立了鹏润集团，正式走上了资本道路。99年，他首次到访香港，官方说法是为了考察商机，但知情人说啊，他其实是为了去结识一位能帮他顺利进入香港资本市场的能人——香港股神詹培忠。后来啊，黄光裕果然从詹培忠那儿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资本运作手段，像是瞬间修得了周伯通的神功左右互搏术，在2掌的咫尺之间，将价值2亿元的国美电器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换，一夜间身价暴涨40多倍。说起詹培忠啊，也是潮汕人，9岁多从广东潮安移居香港，长大后成为最早一批股票经纪人，深谙资本运作，对上市规则滚瓜烂熟。他呢还有个外号叫做金牌壳王，专门负责帮企业借壳上市。王健林的万达商业地产借壳上市的背后呢，也是他的手笔。詹培忠呢非常欣赏黄光裕，他这么评价他说：“这个后生仔头脑灵活，够胆敢拼，加上少许运气，就能闯出条大路。”而这运气啊，詹培忠决定亲自给他黄光裕加上。2000年7月，詹培忠用了5600万购买了一家叫做金华自动化的港股上市公司。这类公司呢，被香港庄家称为仙股，是因为 sen 的音译，意思就是股价长期处于1毛钱以下，分分钱嘛，基本上没有交易量。这类仙股公司的大股东为了逃出升天，会主动去寻找詹培忠这样的庄家来进行操作。庄家呢会将那些有升值潜力的壳收购，转手卖给需要壳的企业。金华就是詹培忠精心为黄光裕挑选的壳。这壳准备好之后呢，黄光裕开始行动了。先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一家离岸公司，一顿操作后啊，获得了金华16.1%的股权。然后通过让金华增发新股，再收购的方式，持有了金华上市公司85.6%的股份，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那恰好此时啊，这个股权比例触发了香港联交所的收购规则，要么你彻底买断退市，要么就将个人持股比例降到75%以下。黄光裕顺水推舟啊，以每股4块2毛5的价格出售了11.1%的股份，既保住了上市公司的地位，又套现了7650万港币的现金。终于啊，在2002年7月，金华正式更名为中国鹏润。这一年啊，早已退居国美幕后的黄光裕再次回到台前，重组国美电器，将全国18家子公司旗下共94家优质门店全部股权装进国美电器，并由他自己的鹏润义父持有65%的股份，剩下那35%由黄光裕直接持有。那这么分开这个比例啊，也是为了绕过商务部的规定。实际上，黄光裕还是100%持有国美电器。2004年6月，中国鹏润宣布以83亿港币的价格完成复杂的收购，成为国美电器的第一大股东。至此啊，中国电器联售连锁企业国美集团经过近3年的周折，终于实现了香港上市的目的。9月，香港上市的中国鹏润正式改名为国美电器。此次交易后，黄光裕的账面财富大幅度增加，以105亿的身家位列当年的胡润百富榜第1位，继承了中国首富，也成为了商界神话。毫无疑问啊，2004年对于黄光裕来说是名利双收的一年，资本市场的融资给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这让他开始思考如何让国美更上一层楼。他为国美制定了一个惊人的发展目标，到2008年实现销售额1200亿，打造一个影响力无处不在的商业帝国。然而啊，出师未捷身先死，2008年的目标还没完成，黄光裕就被抓了。105亿传奇一书的作者在2005年采访黄光裕的时候就问道：“你给胡润榜交费了吗？”黄光裕答呀：“我烦死他了，还交钱？这个榜大家都觉得是通缉令吧？”没想到这段话呀，竟然一语成谶。
2008年8月6日，黄光裕以奥运火炬手的身份从自己的母亲手中接过奥运圣火，意气风发地奔跑在长安街上。然而就在这之后的3个月黄光裕就因操纵股价等罪名被警方带走调查了。在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被抓捕时年仅39岁，个人身价高达430亿元。黄光裕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呢？2008年4月香港证监会突然开始调查国美。同年11月，黄光裕以430亿元资产第3次登顶胡润百富榜的40天后，因商业犯罪被调查，涉及的罪名包括非法经营、内幕交易以及单位行贿。原来2007年9月到2008年上半年，黄光裕以要求上市公司回购的方式，从国美电器套现42亿元，通过地下钱庄归还赌债，也做了其他的投资。据统计，他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套现总计135亿，频繁的减持让他在国美电器的控股权从2004年的66.9%稀释到33.98%，就引起了证监会的注意。话说黄光裕怎么还有如此高的赌债呢？这个要从詹培忠那儿说起。2003年，黄光裕经詹培忠介绍结识了公海赌王连超，从此就踏进了赌场。黄光裕主要的赌博地点是澳门，据说他赌博的时候从来不带现金，连超给了他将近4个亿的信用额度，输赢记账。然而在赌桌上黄光裕并没有能延续在商场上的运气。有报道说他曾经1天就输掉了上亿港币。按照这么个输法，再大的信用额度也有用完的一天。用完了，就由他的赌场代理人国美电器执行董事武建华出面，以武的名义签下欠条。据说黄光裕累积的赌债有几10个亿港币。根据赌场规定，赌债有2个月的豁免时间。那如果赌债催得急，黄呢就从内地公司划款到武建华账户，通过地下钱庄偿还赌债。根据法律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之外买卖外汇属于非法，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黄光裕呢，2007年9月至11月期间，通过地下钱庄私自对购港币，涉案8亿多人民币。但更严重的呢，是黄光裕被抓后还被查出了行贿案和内幕交易案。这是怎么回事呢？2006年审计署在审计中行贷款的过程中，发现鹏润家园有3亿余元虚假按揭贷款，涉嫌贷款诈骗，案件被移交给公安部。黄光裕和鹏润公司就因此受到了调查。当时呢，侦办此案的是向怀珠，时任公安部经侦副局长。黄光裕表示自己没有非法占有贷款，其实是合作公司的问题。鹏润作为担保方也愿意还贷。为了尽快平息此事呢，黄光裕将3亿资金汇到中行账户，但银行却以程序不当为由拒绝鹏润的还贷。于是呢，黄光裕就求助向怀珠协助。2007年，在向怀珠的斡旋下，公安部对鹏润公司涉嫌骗贷案发出了撤案通知。随后，黄光裕送了向怀珠价值6万元的全套家电，还借给他们夫妇100万元用来炒股。另一笔贿赂呢，则是跟税务有关。2006年，国税总局稽查局启动了对国美的税务调查。这稽查局的1处原处长孙海婷约谈黄光裕的时候呢，黄就表示愿意积极配合稽查，只希望不要对媒体公开。随后呢，在经过1年的稽查后，国美集团补交税款、滞纳金和罚款一共是8000多万人民币，其中也包括了黄光裕个人所得税800多万。但这一切都按照约定对外保密。孙海婷甚至在稽查报告中发表意见，说黄光裕税务上没啥大问题。为了报答孙的关照，黄光裕在宴请孙的时候呢，给了他10张银行卡，里面一共是100万现金。除了孙海婷负责此案的北京国税局稽查局的2位公职人员也各得了50万元好处，同为公职人员的牵线人也得到了150万的好处费。2007年，中关村上市公司与黄光裕名下的鹏泰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意图通过同样的戏码将鹏泰套在中关村的壳子上上市 A 股。受到利好消息影响中关村的股价就大涨。黄光裕呢，他作为该项目的运营人和决策人，他本来该避嫌，但是却用他的个人身份证开设了个人股票账户，购买了6万多股，成交额9000万，收益近350万。同年
又是类似的情况。黄光裕呢，他指使他人开设股票账户，安排妻子杜鹃协助管理。这次呀，购入了中关村1.04亿股，成交额超过13个亿，收益超过3亿元。最终啊，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定黄光裕内幕交易成交额和收益额均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处罚金8亿元，与行贿罪和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4年。耐人寻味的是黄光裕被抓后不久，广东政界就地震了。具体点说呢，是潮汕帮地震了，一大波潮汕出身的高官显贵接连落马，黄光裕案似乎朝着超乎预料的方向发展。根据中国周刊报道，黄光裕案的持续发酵，勾勒出了国美发家的主要政商关系网。除了上面提到的向怀珠和孙海婷，最高法院副院长同样来自潮汕的黄宗友被纪检部门带走。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也被双规。这郑少东呢是黄光裕的同乡，来往密切。黄光裕被捕后郑少东曾经发表公开言论，对企业高管应当谨慎使用拘留措施。不久后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少基和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在同一天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经初步查明，陈少基的巨额不明财产与黄光裕案有关联。他也成为黄光裕案发后首位涉案被查的正省部级官员，同时呢，也是广东30年来第一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而王华元则成为了第一位在职被抓的纪委书记。2个月后，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也被双规了，几天后被免除了领导职务。有报道称许宗衡和黄光裕一直比较熟，黄光裕回广东经常会和许宗衡见面。有人说黄光裕之所以跌得这么惨，是因为得罪了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所以呢，周永康亲自批示，要求将黄光裕案办成铁案。但是呢，也有报道称是胡锦涛、温家宝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目的是打击周永康。因为黄光裕的挚友郑少东是周永康一手提拔的嫡系，也是周永康重点培养的政法委接班人。郑少东的落马彻底打断了他的接班计划。据说郑少东交代了不少周永康和周永康儿子周斌的贪腐问题。早前国美内部人士曾经透露，入狱期间呢，黄光裕与外界的沟通有着特殊的绿色通道，可以通过监狱文书转递的方式处理公司事务。而其妻子杜鹃则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对外代言人和策略执行人。杜鹃是个相当传奇的女子，在丈夫落难时不仅不离不弃，还帮黄光裕守住了国美。贾跃亭欠了一屁股债，跑到美国的时候呢，也有人把他的老婆甘薇比作第二个杜鹃，但是甘薇没能像杜鹃那样力挽狂澜。杜鹃呢，1972年出生于山东莱州，父母都是老师。1992年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到中国银行北京银行信贷部门工作。第2年他就遇到了黄光裕，由于业务需要，黄光裕经常和银行打交道，就是这样认识了放贷专员杜鹃。一来二去彼此产生了好感，走到了一起。1996年两人登记结婚，当时国美电器已经赫赫有名了，所有人都说杜鹃真好命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但黄光裕则说自己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就是选择杜鹃做了妻子。这么说呢是有道理的。婚后杜鹃果断辞掉了银行的工作，加入了丈夫创办的国美公司。为了和丈夫步伐一致，她还努力学习商业管理，一是为了共同语言，二是要帮丈夫一起打江山。据说黄光裕挂在办公室那个伤者无欲，相容共生的理念，其实就是来自杜鹃的创意。和花瓶富太太相比杜鹃活得很清醒。她深知爱情有保鲜期，唯有两人齐头并进，才会延续爱情的寿命。娶杜鹃是黄光裕做的正确决定之一，而另一个决定则是让杜鹃参与到国美的经营当中。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呢，杜鹃原本是安心退居幕后，过相夫教子的生活的，但黄光裕一直鼓励她不要放弃工作，所以呢，孩子们长大了一点之后，杜鹃就重返了一线。在一次采访中杜鹃就说，她非常感谢黄光裕给予自己的尊重，更感谢他对自己的培养。2004年国美上市后，黄光裕让杜鹃去负责集团在香港的业务。有一次就问他，人家现在叫你什么呀？我说香港习惯都叫黄太嘛。他说我建议你考虑一下他说你可以让人叫你的英文名字，或者叫你杜总会比较好。
他是希望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你做出来的事情大家应该尊重你，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黄先生的附属，说你是黄太，你就是你自己。我觉得这件事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做事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他让我很有信心，很独立，很有信心。我觉得对今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黄光裕对杜鹃的尊重和培养，不仅帮助了杜鹃，也帮助了自己和国美。2004年6月，国美电器借壳中国鹏润香港上市，杜鹃成为了上市公司5位执行董事之一。凭借着金融背景和出色的英语能力，他主导了国美上市后几个大型的并购案，证明了他的资本运作能力丝毫不逊色于黄光裕。在黄光裕身陷囹圄后杜鹃更是东奔西走，帮他打赢了著名的争权之战，守住了国美。说到这儿咱们要讲一下争权之战的另一个主角，那就是陈晓。话说1996年，当黄光裕开始布局资产市场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一位叫陈晓的中年男子，用筹来的100万，在上海开了永乐家电。陈晓比黄光裕大了10岁，1985年开始从事家电销售，92年担任国营家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是家电领域的资深人士。到了2004年，永乐已经发展成为了拥有108家门店的全国家电连锁品牌。此时中国的零售业全面进入连锁时代，国美和苏宁2大巨头并立，开店数量和销售规模成为了美苏争霸的重要指标。因此国美大举收购了国内大大小小的优质电器公司，意图碾压苏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国美又盯上了排名第3的永乐。而永乐为了扩张引入了 Morgan Stanley 的投资，正是这笔投资为国美收购永乐埋下了伏笔。2005年，永乐在香港上市，但大规模激进的并购恶果呈现，整合成本过高，导致公司净利润很低。这样下去永乐很难完成与摩根的对赌协议。追逐利润的摩根大规模减持了永乐的股份，这导致其他投资者跟风抛售。短短3个月内，永乐的股价暴跌59%，市值从100多亿降到40多亿。另一面，摩根却不断地购入国美的股票，将国美增持的等级上调，甚至还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国美并购永乐。这一系列操作让永乐更大程度上像是舞台上的提线木偶，步步被动地走向被国美并购的结局。2007年7月25日晚，国美电器宣布收购永乐电器，交易价值52.7亿港元。11月，2家合并成功，新国美电器成立，永乐电器总裁陈晓出任新国美集团总裁。刚开始黄光裕和陈晓进入了一段蜜月期。陈晓在媒体面前给足了黄光裕面子，张口闭口黄总地喊着。而黄光裕也表示找不到比陈晓更适合的 CEO 了。他给陈晓在鹏润大厦设置了一间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办公室，配了一模一样的迈巴赫，甚至考虑到他是上海人，吃不惯北京的菜，黄光裕还专门给他配了一个厨子。只是当初陈晓和黄光裕讲好了要将永乐的团队带到国美，并购完成后，黄光裕又不同意了，导致陈晓基本上算是被架空了。陈晓这边还没来得及难过呢，天上就砸下了一个大馅饼。2008年11月17日，正当一辆迈巴赫即将转弯进入凌霄路的时候就被警察拦下了，从车里头带走了黄光裕。在黄光裕入狱2个月后，陈晓临危受命，以第2大股东、总裁的身份主持全局，处理危机。他表示我想强调，据目前公司所知，国美电器与针对黄光裕的调查并无任何关联，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部门的相关询问。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舆论上将黄光裕和国美进行切割，确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黄家也没有反对。即使这样，国美还是因为黄光裕受到了不小的打击，银行收缩信贷，不愿意放款，供应商也不愿意给国美供货，现金流迅速萎缩，一时间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2009年，国美与华平投资、凯雷、摩根斯坦利3家谈融资，陈晓最终却选择了自己的旧相识贝恩资产，还签下了对贝恩非常有利的投资协议。那更重要的是，这协议就规定贝恩获得国美11个董事会席位中3个非执行董事席位，而且国美不得提名任何人来接替他这个候选人。这让黄光裕非常生气他认为这个协议会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对大股东也会形成制约。与其说是一份融资协议，不如说是陈晓和贝恩资本订立的攻守同盟。
有了贝恩的支持啊，陈晓那边也的确有了新动作。2009年7月，国美电器宣布将已发行股本约3%的股权授予105名高管，创下中国家电业的纪录。激励范围内非常广泛，覆盖了副总监以上的级别。对此啊，陈晓表示，如果让管理层成为大股东，那将是让公司健康成长的一种方式。但在黄光裕看来，陈晓这是釜底抽薪啊！如此大规模的股权激励，摆明了是要把老臣们都收归己有啊！国美的高管们就公开表态与陈晓共进退，这其中啊就包括国美副总裁孙一丁。他在1999年加入国美，跟随黄光裕开疆拓土8年时间，是不折不扣的股肱之臣啊！结果却跟着刚到国美1年的陈晓叛变了。至此，陈晓和黄光裕算是彻底撕破了脸。2010年5月，黄光裕案1审被判了14年刑期，杜鹃被判了3年0.6个月。两个人的代理律师随即提起上诉。6月，陈晓辞任总裁一职，转而担任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8月4日，国美董事局收到大股东黄光裕的信函，要求9月28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撤销陈晓的职务，并取消董事会增发股票的权利。仅隔1天，陈晓用国美电器的名义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黄光裕对违约责任进行赔偿。至此啊，黄光裕与国美电器现任管理层的矛盾大白天下。黄家发起了舆论战，公开指责称，陈晓一直处心积虑地积极推动国美电器去黄化，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回应呢，陈晓说出了最狠，也是整个陈黄之争中最知名的一句名言：黄光裕在中国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看清楚，还在挣扎。这样的结果绝对会是鱼会死，网不会破。8月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黄光裕案作出2审宣判，3罪并罚的判决维持不变。按判决呢，刑期应该从2008年11月17日到2022年11月16日。他老婆杜鹃则改判缓刑3年。有人说是黄家疏通了关系，换杜鹃出来维持大局。对于出狱的杜鹃呢，陈晓是根本没在怕的，自己才是人心所向，手握十足胜券，改朝换代。杜鹃她一介女流，能掀得起什么风浪呢？可是他却低估了杜鹃的能力。杜鹃出狱后迅速摸清了陈晓正在积极推动增发，想要稀释黄光裕股权的意图。当时呢，陈晓和贝恩资本持有的股份大约是12%左右，而黄光裕呢持有33.98%。陈晓就不停地飞欧美，想争取海外投资者，拉来资金实现增发，终结黄光裕大股东的地位。杜鹃这边呢也立即开始行动，积极游说，争取投资者的支持，同时通过黄家发动潮汕老乡筹钱。关键时刻潮汕人再次发挥了抱团作战的风格。黄家在潮汕老乡那儿筹得了将近20亿的资金，厉兵秣马，准备应对陈晓的增发计划。9月28日，陈黄决战之日到来，国美临时股东大会如期召开。可出人意料的是，贝恩资本在关键时刻居然倒戈到黄光裕那边去了，这是为啥呢？原来杜鹃早已悄悄地和贝恩资本总经理谈判多日，恩威并施，一面威胁将收回国美对非上市门店的托管业务，这将让上市公司每年损失至少2.4亿的管理费另一边呢，也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将国美未上市的372家门店的资产注入贝恩投资股权当中，让贝恩享受这部分的权益。这次商谈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在杜鹃的斡旋下，贝恩资本最终选择抛弃陈晓，与黄家合作。董事会增发的权利被顺利取消，黄光裕大股东的地位得到保证。这次决战过后陈晓虽然没被罢免，但在公司的参与度明显降低了。2011年3月，他就宣布因家庭原因辞职。国美的权力之争最终以陈晓的失败告终，杜鹃帮黄光裕成功守住了国美。难怪有人说不羡鸳鸯不羡仙，只羡光裕有杜鹃。这些年不断有黄光裕将要提前出狱的消息传出来。每次这消息一出，国美系上市公司的股价当日都会大涨。根据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显示
黄光裕入狱后呢有2次减刑，分别是2012年6月因表现良好获得减刑10个月，和2016年5月再次减刑11个月，出狱的日期就提前到了2021年的2月16日。到了2020年的6月份，国美集团的高层会议中就透露了黄光裕已于近日出狱的消息，迅速就被媒体获知，并且开始传播。后经由北京一中院证实，51岁的黄光裕确实已经通过假释的方式提前出狱了。即使身陷囹圄12年，每一次黄光裕出狱的传闻总能刺激着资本市场敏感的神经。6月24日下午开盘后，国美零售和国美金融科技大涨超过60%，其他相关控股也都涨停了。2021年2月，黄光裕正式重回商业江湖，当日便许下豪言壮语，18个月内让国美恢复市场原有地位。他希望就此重振旗鼓，再创辉煌，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然而时过境迁，他入狱的这12年，外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崛起的互联网巨头早都建立了新的货源渠道和消费渠道，各自占山为王。黄光裕出狱之时，阿里巴巴的市值已经突破了5000亿美元，京东、拼多多的价值也在1000亿美元上下。就连国美的老对手苏宁，也趁着国美内斗之际积极发展线上和线下的业务联动，在2019年的营收达到了2600多亿元。而国美早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国美了。黄光裕入狱后，恰恰是互联网高潮的兴起，而杜鹃受他的指示，采取了保守的策略，不敢在线上大规模去投资。线下门店呢，在用户购物习惯改变之后，更是门庭冷落，只能坐待黄光裕归来。而等黄光裕归来后国美已经脱离了市场的第一梯队，无力回天。2019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黄光裕身家缩水近一半，家族财富225亿元，比巅峰时的430亿跌去一半，只有许家印的不到1/10，排在第1818名。不服气的黄光裕想带领国美全面转型，推出真快乐、打扮家等一系列的新业务，试图以一剂猛药让国美迎头赶上。但是从市场的结果来看这剂猛药似乎把国美加速推入到了深渊。一顿折腾之后，原本还能维持住局面的国美系，不仅耗尽了现金流，还痛失了大部分门店，几乎从家电零售江湖中出局。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23年10月15日，国美的手机应用软件上跳出弹窗，上面却是辱骂国美电器董事长黄秀红和创始人黄光裕的内容，称国美拖欠员工工资、拖欠货款，让人瞠目结舌。虽然国美目前还未在港交所正式摘牌但目前的股价呢，也只有0.035元左右每股。网友们纷纷感慨，曾经的江湖老大现以这般境地，黄光裕现在唯一的出路，可能就剩直播带货了。视频制作不易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